这些年来，随着中美关系日益交恶，很多人都觉得双方早晚有一天都会在中国周边围绕着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博弈。相信但凡有点地缘军事知识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双方一旦撕起来，有2个地方肯定会首当其冲，一个是台湾海峡，另外一个就是38线。台湾海峡好说，那是中国最后的底线，美国敢来，我们就一定敢打。可是38线呢？那里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中国还会不会像70年前那样去扫别人的瓦上霜？笔者认为，如果朝韩双方一旦爆发冲突，中国是一定会插手干预的。接下来我们就逐个分析一下中国不得不插手这场战争的原因。首先我们要来说一下38线是否真的会打起来。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明白，那中国应不应该出兵增援朝鲜，就是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对于今日的中国而言，38线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耻辱的标记，也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留下的一道伤疤。因为过去几千年，作为中国势力辐射范围的朝鲜半岛一直都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存在的。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影响力彻底退出朝鲜半岛，这里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粗暴地以北纬38度线为分界线，划分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38线这个概念才正式出现。那时候它是美苏在半岛势均力敌的一种象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取代了苏联在北朝鲜的地位，重新向朝鲜半岛输出影响力。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彻底击败美军，38线依然存在，只是变成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势均力敌的象征而已。所以一旦中国强大了，必然要对外投射我们的影响力。38线这个地方正是中国和美国在东亚这个地方势力消长的一个最好的参照物。如果中国无法消除这标志，甚至于被人家把38线往北推，那中国又谈何崛起呢？所以在可见的未来，38线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区别只是在于美国自己体面，还是我们帮他体面而已。以笔者对美帝国主义的了解，美国是不可能一枪不发主动撤退的，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他就是向全世界的国家展现自己的虚弱。如果大家都觉得他是纸老虎，那么他在世界各地的统治权都要受到威胁。因此两国力量均衡被打破之后，美国一定还会垂死挣扎一番，不经过一场大战，他是不可能认清现实的。此外，38线问题的另一个当事方韩国也有充足的东西打破这种均衡。韩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金丝鸟，在全球经济衰退的今天，这个国家首当其冲，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在笔者看来，韩国向上追赶的产业升级已经失败，而中高端的产业又面临中国的步步紧逼。更要命的是，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在去年就已经垮掉了。这个国家经济出大问题，不过就是迟早的事而已。韩国国小力弱，依靠自身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一旦内部矛盾无法解决，那就只能向外转移矛盾了，而它能转移的对象也就那么几个：中国、日本、朝鲜。现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跟着美国上蹿下跳，对我们龇牙咧嘴，对日本卑躬屈膝，其目的也不过是讨好美国，支持他在半岛问题上的冒险而已。当时的各方都有意愿去改变现状，这场仗又怎能避免呢？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打得起。现如今的我们已经有能力越过38线，把朝鲜半岛再度打造成一个整体。而过去之所以不行，以至于弄成势均力敌的局面，是因为我们国家贫穷，只能依靠战术和意志去面对美国人的绝对实力。一旦越过38线，进入半岛南部的平原地区，就打不过美国人。现在当年困扰我们的后勤和武器问题早已经不复存在，不打则已，一旦打了就没有38线了。此外，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说，中国也有不得不干预朝鲜半岛事务的理由。我国自从元朝定都北京以来，就注定了要跟朝鲜这个国家结下不解之缘。但凡这个国家遭到外敌的攻击，中国都必定会出兵相助，700年来一直如此。比如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万历皇帝不惜劳师米饷，也要发动抗倭援朝战争。清朝甲午战争时期，就算是一向主张内残外忍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在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也不惜一战。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麦克阿瑟越过38线、印马鸭绿江的挑衅行径，
新中国哪怕百废待兴，一穷二白，也要出兵朝鲜跟美国人拼命，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朝鲜这个地方与我国首都的安全息息相关，保朝鲜则保东北，保东北则为魏京都亚。但凡有点地缘战略知识的人都应该清楚一件事情，那便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是不能受到一丝一毫安全威胁的，哪怕这种威胁只是一种可能性都不行。首都要是不能安稳，整个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牵制。举个例子吧，1895年甲午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之所以那么利索地跟日本人签卖国条约，其原因就是日本攻占朝鲜之后，进入东北威胁山海关，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除了国家战略上的考量之外，还有一个因素让我们无法坐视朝鲜被人欺负，那就是中朝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条约。众所周知，我国向来是不跟别人结盟的，哪怕是号称巴铁的巴基斯坦，也只不过是全天候战略伙伴而已。这点跟当年英国人的光荣孤立政策颇为类似，但凡事都有例外。正如当年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也曾破例跟日本结成同盟一样，朝鲜也是中国绝无仅有的一个军事同盟国。中朝两国的同盟条约全称叫做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抗美援朝之后朝鲜感激我们签的，实则不然。该条约真正的签订时间是1961年，签这条约也不是朝鲜有求于我们，而是我们有求于人家。为什么会是1961年呢？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就在1年前，中苏两国彻底交恶，苏联撤走全部驻华专家，并断绝对我国的工业援助。当时中国的经济对苏联依赖很深，没有人家的支持，我们只能勒紧裤腰带搞工业。结果工农业失衡，弄出了大问题，让原本就困难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更糟糕的是，当时中国同时得罪了美苏两国，面对海陆两方面的双重压力，为了活命，军事开支居高不下。东南沿海方向，蒋介石像打了鸡血一样叫嚣着要反攻大陆。西南边疆，印度也在步步推进军事控制区，试图蚕食我国西藏。北方边境，苏联屯兵100万，距离北京只有咫尺之遥。如果这个时候朝鲜倒向苏联，那对中国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承受之重。我们上文已经说过，朝鲜这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太过重要，不能落入除中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手上。美国不行，苏联同样也不行。可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在1961年，苏联为了拉拢朝鲜跟他签订了苏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这明摆着就是搞针对，中国这边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苏联人前脚刚走，毛主席和周总理联系上了金日成，表示也要签订一个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对冲苏联的影响。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因，中国在朝鲜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朝鲜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不想彻底跟中国撕破脸。而金日成本人对我们的厉害更是有过切身体会，他也害怕一边倒会把朝鲜拉入战火之中，于是便答应了跟我们签这个条约。既然有求于人，那自然要做出一些让步。按照条约规定，中朝双方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都有义务出兵支援，而双方都不能够参与到针对对方的军事联盟之中。这显然就是以朝鲜不站队苏联为条件，换取我们的安全承诺。难道中国被入侵，还能指望朝鲜救我们吗？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在这个条约中给朝鲜开了一个小小的后门，只要朝鲜被别人欺负，中国就要出兵相助。但是对于这个欺负到底是个什么定义，条约中却是含糊不清。这也就是说，如果朝鲜像1950年那样主动出击后挨了欺负，中国也是要出手帮助的。更有趣的是，在条约后面，双方还加了一条，中国主张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这话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约束力的，纯属是掩耳盗铃。因为有这份条约的存在，所以当时中朝两国的关系也被称为中朝血盟。听名字就知道当时两国的关系肯定比今天的巴铁还铁了。不过后来由于一些原因，中朝两国都默契的不再提血盟2个字了，主要因为原子弹爆炸之后，金日成希望我们无偿提供核技术。在朝鲜人看来，我们2个都已经是血盟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可对于中国来说，朝鲜这个要求就未免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于是周总理果断拒绝了这个要求，一点面子都没给。金日成遭到周总理的拒绝之后，朝鲜人开始反思起了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否真的那么可靠。自此之后，朝鲜人就抛弃了中朝血盟，搞起了主体思想。客观来说，朝鲜人这个举动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国家把命运寄托在另外一个国家身上，总是不对的嘛。就像我们当年跟苏联一样，哪怕苏联说愿意给我们提供核保护伞，但我们还是坚持自力更生搞核武器，是一个道理。虽然中朝血盟已经不复存在，但当年签订的那个条约里头有规定，只要双方没有修改或者终止条约，条约就依旧有效。这条约签订至今62年，双方谁也没有提出过要修改或终止条约。因此，这条约虽然是个老古董，但依旧对我们有着强大的约束力。既然当初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防止朝鲜倒向苏联，那为什么苏联倒台之后，我们不干脆终止跟朝鲜的这个军事同盟条约？难道是因为时间久远忘记了吗？自然不是。虽然说这个条约是当年迫于苏联压力跟朝鲜签的，但是其实就算没有苏联的压力，这个条约也是要签的，只不过可能晚上几十年而已。因为对朝鲜有想法的可不止苏联一个，美日韩同样对他垂涎三尺。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势力如日中天，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后，美国翻脸不认人，对中国和朝鲜步步紧逼。90年代的黄海危机、台海危机就是证明。尤其是黄海危机期间，美国甚至一度想过复制当年日本人的路线，一路从朝鲜出兵走陆路威胁中国东北，一路走海路想通过黄海进入渤海地区威胁我国的首都。如果不是我们及时挫败了美国的阴谋，那后果真的难以预料呀。因此，就算这个条约在1961年没签，那到1991年的时候，说什么也该签了。还有一点就是苏联解体之后，朝鲜的局势变得很困难，基本跟我们在1961年的时候一样。朝鲜在失去了苏联的输血后，国内事故频频，再加上那时候美国气焰嚣张，张牙舞爪，如果连中国都放弃了它，那朝鲜除了投敌也没什么出路可走了。因此，纵使当时中国自身也很困难，我们还是咬着牙承担起了对朝鲜的安全义务。中国是既有动机又有能力，还有义务去保护朝鲜。